芝芝，一个在北京工作的25岁女孩，她的每一天都过得不太一样。你平时工作的一天就是这样吗？我真的很随机，有时候真的会在家里待一天，或者出去逛逛。有一天我特别无聊，然后我从家里骑自行车，以不出二环的原则，然后往德胜门那边去，这样兜了一小圈回来。那种杂乱无章的家太真实了，我都没有为了你收拾一下。芝芝和一个室友睡这张双人床，另一个室友睡楼下的沙发床。这儿是他们的公共区域，厨房、洗手池、卫生间。因为喜欢胡同邻里之间的熟络，他们选择了这间 loft。看你特别喜欢汪曾祺那我可是太喜欢了。他很少会写那种很憋屈的事儿，就是他憋屈的事儿在他那儿看来就也不是什么太憋屈的事儿，看得开就觉得还好。因为我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。我们的天台非常的妙，你可以出去玩，但是就是你得从那个梯子上爬上去。我会掉下来吗？哎，你起来吧，来，我给你。你别了，我觉得你不行，你快起来。我行，慢点啊，你千万要慢一点。完了，我感觉你卡住了。哎呦，那怎么办？然后，对。天气暖和的时候，他们经常坐在屋顶喝酒聊天。你习惯了就好。好爽啊，对吧？你本科是在中山大学读新闻吗？你是咋搜到中山大学？你在里面发了一条图片，那是另一个跟我名字很像的人，我很羡慕人家。你是在哪个城市读大学的呀？我不告诉你，这是我不愿意。你不想说就不用说啊！我问的任何问题你不想回答，你都可以不用回答。我看你朋友圈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准备艺考。对。你是想读什么专业啊？我那个时候想读戏剧管理，或者是制作制片人方向，或者是戏剧教育方向，但是都没考上。你是一点酒都不喝吗？平时？也不会享受到喝酒的乐趣。每个人的乐趣产生点都挺不一样的。真的。你也不会抽烟，对吧？对。你的乐趣还是工作，所以说我觉得有些人就是，比如说像你这样的，他会相对来说更幸运一点，还是怎么形容？你这种就会被社会普遍认为还是正经人。每个人的兴趣点，他在这个社会上能被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我是认为这种社会的定义构造来源，是因为你们必须要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，不可能说我喜欢喝酒，天天喝酒就会有酒喝，你都没必要达到喝酒这关，你只要把这件事做完，你的乐趣就已经实现了。我还得去做一些事情，然后辅助我完成这个目的。我的话就会有的时候觉得，我想做完，但是有很多事情它会影响我，被自己的情绪、被这个世界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干扰。我很羡慕那种就知道自己要什么，然后去能认真去做。我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，我是过了30岁以后才这样。那你25岁的时候啥样？跟你差不多。这样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管是感情、工作各方面我都不知道，而且我都干得非常的不踏实。对，我不能说跟你一样啊，我只说我那时候的我现在也不踏实，就非常不踏实，整个人都在飘，不踏实的、不接地气的那种飘。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。你年纪小的时候会有很多秘密。相对于现在的话，我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坦诚，会有回避，或者说有些事儿我想美化一点。但现在就完全但是你是因为想得通了，还是说是因为经历的事儿多了，看到的多了，学到的多了，然后就慢慢就觉得没啥，有啥呀？我这点屁事儿，就我谁也不是，越来越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不知道穿啥了，没有衣服穿。今晚上班前，芝芝的安排是去朋友家聚餐。你之前都做过什么工作呀？我之前做过的可多了，婚礼督导。然后做过1个月的客服，主要还是打包发货，然后做 bartender 嘛，但是主要还是洗杯子。我还做过音乐人的助理。酒保你做多久了？那这个可能是我做的断断续续最久的工作了，快2年了。我是一个容易沉浸在舒适区的人，我又喜欢洗杯子，我是真的很爱洗杯子，就是能获得一种内心上的安静。104正好，快！好好看哦。赶紧进来，非常好。有啥好吃的呀？屋里坐着，去屋里坐着。鞋不用脱鞋。你刚才说你没上大学，你是大学没毕业吗？没毕业。你读到大几？大1。你就来北京了？为啥不读了？不喜欢我们学校。我当时上大学已经很晚了。我是考了3次高考。为什么要考3次啊？因为想念喜欢的专业嘛。你还是想做话剧相关的事情？
对，但是就是你保证生活呀。所以我就劝救大家，不要说就是你身边的有一些人就辍学了就怎么着的，然后你就跟他们学，就是这个事情。每个人都要对自己选择负责。当你在投简历的时候，你想去的单位，他们就是卡在本科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憋不住，我想跟你说我的私人话题，你要听吗？我要。你再猜一猜。我只知道是你在高中的时候，你父母离婚了。嗯，对，还是我给他们撺掇离婚的。这个事情也让我又开心又不开心，因为开心就是我妈真的过上了她想要的精神方面的生活，但是不开心就是我要处理他们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无穷无尽的琐事儿。你为啥要撺掇他们离婚？我妈过得不开心，然后我觉得我妈比较重要。没有，我给你带了一个灯笼。今天聚会的朋友是芝芝刚来北京时在青旅认识的，那会儿她还叫阿玉，后来喜欢脚踩在雪地里发出的声音，起了芝芝这个名字。他们现在分布在各行各业，有做互联网运营、咨询、风险投资的，还有在德国读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。1年前，在芝芝状态最差、拮据的离开北京时，一个朋友悄悄给她转了5000块钱。芝芝回到北京后，一点点攒钱，今天如数还给了她。阿玉已经长大了。对。感觉我这不是特重要的事儿。我觉得重要，你看，对阿玉来说是一个对很值得开心的事情。咋了？吃完饭，我们还有时间打一会儿德州扑克。我100。哎呦！来，让我们看看是什么给了他信心。阿玉来吧，阿玉。阿玉上。100我不上了。不上对，不上是对的。他尖儿没有对儿大，尖儿是高牌。高牌。这样。哎呦，一对居然这样吗？现在我们要去酒馆上班啦。你最开心的事是什么？有了5险1金，开心，因为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。医院看病挂号还挺便宜的，然后1金的话就会觉得有存钱嘛。还有的开心就是我去年存了1万块。你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规划吗？我的规划是往2个方向。如果我一直还是想做这种夜晚的工作的话，我想做一个更好的 bartender。如果不做这种晚上的了，我就想多做一点后台支持的东西，就不用看店的那些，就比如说运营啊、算账啊、写公众号啊这样的。这样可能我的时间就会跟我的朋友们稍微统一一点，想住的比较好一点，然后最好能跟喜欢的人待在一起。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？喜欢挺多人的。芝芝正在做营业前的准备工作，清洗酒头。每天都要洗吗？每天都要洗，因为要保证那个酒馆干净。这在干嘛呀？我刚才把那个水都放出来了嘛，现在开酒的管路关水的管路，酒都能打出来了。这里晚上是精酿啤酒馆，白天变成另一个团队经营的手冲咖啡店。这个咖啡厅是早上几点开始开啊？我是要回答你官方的呢，还是回答我的？回答真的，官方的我会剪掉的。营业时间是10点半，但是我一般会早上9点多过来先收拾卫生，所以那会儿来的话也不能让人走，那可以进屋等一等，就是可能会稍微早一点的喝到咖啡，然后一直到6点半酒馆开始营业。对对对，无缝衔接。是不是乖了？哎呦，怎么把它封印住了？很多酒客成为了芝芝的朋友，他们点外卖会给芝芝带一份，有的酒客还会自己在家做饭带来和芝芝一起吃。这不会就是你说自己带的吧？对啊，我经常自己带吃的来喝酒。尝尝吧，你可以用他那个筷子。谁订外卖了？哎呦，这是帅哥给我买的，我知道。帅哥又是谁啊？是我的一个，就是我们的客人。开心。我们乐队的人带给我了，但我实在吃不了。你们乐队？对，你不是 HR 吗？我有一个18线小乐队。好多人以为我是做音乐的，但事实上我不是。我也很想做音乐，但是我觉得我做音乐养活不了我自己，觉得我自己的天分还不足以能养活我自己。那你喜欢做 HR 吗？
但我只能靠这个换口饭吃啊。你多久来一次呀？每个星期都在，每个星期来几次2到3次吧。那为什么是这儿啊？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。你今天喝几杯了？第6杯啊，我在店里最多喝25杯一个晚上。为什么这么喜欢喝酒啊？因为可以不用吃药。吃药干嘛？就有些事情你是需要吃药的，但是如果你喝酒可以避免吃药。你钱都怎么花？有一部分存起来，有一部分玩，有一部分交房租。多少能存下来20或者15。现在还会去看什么话剧吗？哦，今年真的好少，就从19年往后就很少。为什么呀？我也会稍微有点小努力，比如说我投蓬蒿啊什么的这种，就是还是生活第一吧，我得赚钱呀。然后我已经不是那么小了。生活第一，那你想过家庭吗？这个事情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必要，除非你们是利益的共同体，可能因为跟我爸妈离婚了也有关系。他们离婚让我感受到这件事的荒谬性。如果比起结婚，我更期待离婚，那个会更有意思一点。你说离婚会更有意思啊？对啊，就是我还会幻想我的离婚 party。你最喜欢啥动物？如果现在的话，喜欢人算吗？因为人类虽然很糟糕，但是有很多值得我喜欢的地方。我谈那个。有人调侃我做的真实一天系列是北上广劝退指南。欧文·亚龙说过一句话：每个人都注定要体验生命的美好，也要体验生命不可避免的暗黑一面。衰老、幻灭、疾病、孤独、丧失、无意义、痛苦的选择和死亡。我想它能更好地表达真实一天纪录片。芝芝现在在打麻将，等最后一桌客人走，他们看起来马上走。我们也可以下把碗先2点多了。3个人能挤后面吗？凌晨3点钟，总有人喝